大家好今天的话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滴滴脚本。滴滴脚本的话就是我们重装 VPS 的系统。有些小伙伴会问我厂商有重装系统的功能，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滴滴脚本呢？是因为这个滴滴脚本呢是可以在任何厂商去使用的，而且有些厂商呢是没有重装这个功能的，所以就会用到。尤其是我们的甲骨文云，用滴滴脚本的概率频率会比较高，而且滴滴脚本呢是很多大佬都是拿官方原版系统给到我们的，更纯净，不像有些厂商会带防火墙，会带安全监控之类的厂商自带的一些组件。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科技莱恩的一键脚本，也是升级过一键重装系统的功能。那我最近呢又做了一个 GitHub 镜像版的国内服务器使用的一键脚本，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，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滴滴甲骨文云呢是比较有技巧的啊。好，我们输入这行命令以后呢，就来到科技莱恩的一键脚本主菜单选1，来简单的看一下这台机器的一个情况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用的是大变12的这个系统，内核是 6.4， 一个 ARM 的一个架构的系统这个架构呢也是比较高性能的，所以也是受到很多用甲骨文云的小伙伴的青睐。这台机器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重启了，稳定运行的一个状态，我看是不是会失联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来到主菜单，我们选择13，我们选择8。在此呢特别感谢这两个大佬提供的滴滴脚本，我是在这两个大佬的基础上上层做了一个体验比较优雅的呈现，那帮助更多零基础小白的小伙伴呢就可以更好的去滴滴了，不用去了解什么参数之类的，大家想常用的一些系统都会罗列出来。对于甲骨文云来讲呢，首先大家从原版系统优先滴滴到大变12。你用原版系统的话，最好去使用无班图的 22.04 或者 20.04 原版的无班图系统上去滴滴完大变12以后，我们再想滴滴任何的其他系统就比较方便了。当然 Windows 是不行的，因为 Windows 不支持 ARM。 我们这边输入一个密码，密码就是123456321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回车，我这边加了一个提示，按任意键可以继续。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你滴以后你的用户名、密码还有你的端口号是什么，方便去使用。它就开始装一些必要组件，开始拉取镜像。那在滴滴之前呢，还是要保证你自己的系统数据不要丢失，做好提前备份。而且建议滴滴的小伙伴，你的账号里头一定要有2台机器，2台都是能用的，再去滴滴其中1台。这是对于甲骨文云来讲。如果其他服务器厂商呢不用太纠结，因为每个服务器厂商，绝大部分服务器厂商都是有重装的只有甲骨文云它是不支持的，因为甲骨文云它的一个免费机制实在是太香了，它如果再提供这种很便利的重装的话，那大家的机器就永远不回收了。所以是这几年来玩甲骨文云以后的重装系统的一种体验。当然今天的这个视频适用于任何服务器厂商，你只要你希望有一个纯净的系统。那这块呢还是有一点讲究的，我们现在只针对 VPS， 当然有一些小伙伴呢他可能是其他设备，前提能让这个设备连接到外网，你才能做在线重装的一个行为。我们现在全部都是属于在线重装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为了做这期视频呢，我也是下了血本的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到这一台 ARM 的机器的后台，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怎么点进来的，通过实例来点进来的。控制台连接其实就是我们的 VNC， 我们这边有个 Cloud Shell 启动一下链接，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后台窗口呢，就能了解重装以后的一个情况它有没有在重装，重装是不是正常。好了，貌似它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，这时候它让我输入密码，系统就已经滴滴完成了，是目前是一个大变12的一个情况，还是比较顺利的，没有翻车。翻车的话我就要重新录了我可能要把旧砖的视频也要重新录一遍。上面的这个先安装一下下载工具，才能下载莱恩的脚本嘛。回来摁这个脚本，
OK， 那接下来我们想滴滴任何系统都可以，当然除了 Windows。OK， 我们当前的是大便12，没问题。6.1的这个内核，我们13选择8啊，1就选择8。再次感谢这2位大佬提供的滴滴方式。我们常用的话，目前比较主流的话就是 22.04。那我们先滴滴一个这个，它是不需要输入密码的，每一个大佬提供的方案不一样，所以我就根据方案进行一个调整。这边是拥有一个默认的初始密码，以后可以去修改的，这样呢它就开始去装了。这个提示呢是之前有些小伙伴呢他可能没太注意终端，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了一个停留。大佬他已经提供了端口号、用户名、密码的显示，只不过大家没关注而已。那这时候呢，大佬其实已经打印了，他说他已经把这个已经重置到上海市区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的端口号、用户名、初始密码。现在的话，它就是已经开始重启。这个是我们刚才后台没有关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同样可以关注它实时的一个进度。所以你到达了大便12以后呢，你就是随便的滴滴了。那如果大家发现，你这个终端好像不动了，那你可以把它关闭关闭直接关掉这个不影响的，它就会自动从活动转向准备删除。我们需要再开一个新的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在输出后台运行的一个情况了。像甲骨文云的 VNC 的话，就要多等一会儿，它准备周期会比较长。待会儿我会告诉大家什么算好了这边的话，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，那我们的乌班图这边已经就可以连接了来，我们把这个密码复制一下，刚才这个记录的已经可以连上了。你现在已经是乌班图 22.04 了。13选择8，我们这边呢就滴滴一个比较主流的 CentOS 7，同样也会用这个默认密码。我发现很多大佬的教程都是 CentOS， 这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气，不愿意革新，愿意追求稳定。我最近在聊这个 K8S 就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稳定的版本，这样的话我最了解，那就会意味着你接触不到新的东西。K8S 可能有很多新的更新，优化性能的安全性方面的东西你都更新不到了，尤其是像我们个体，不建议大家去固定版本，一定是勇于尝新，因为我们个体比较灵活，不像企业，你要追求稳定，把什么 K8S 搞崩了，那你是不是就损失好几个亿？好了，又出现这个 login， 我们的 CentOS 也滴滴好了。那我们回到这边来重新连 OK， 这个系统是 CentOS 7的内核版本是 4.1， 这是一个比较老的，我们选择31滴到最终状态，我们这期节目就结束了。所以今天的这一期呢，我跟大家演示了，只要你有这一个脚本，你可以打扁乌班图 CentOS Alpine Linux 无缝的互换，先滴滴到大便12，比较好的平台，在这个平台下你可以互相横跳。我们又可以看到它又在重新安装，不会重装最后一个系统翻车了吧？最后一下把我玩失联了，这个节目录的戏剧性拉满。就是说我们从乌班图或者大便滴滴到 Alpine 这些都应该都没问题，但从 CentOS 滴滴回来的话会有问题，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，重新引导一下，不关电源的引导，不作死就不会死，被我玩坏了。来，我们今天就把它给盘活。我们这边已经停止了以后呢，我们到这块引导卷，我们点这个点开，这块有个分离，一分离以后正常的机器这边来把它挂载上来，这边有个附加存储块，我们把这个引导卷加进来，刚才的这台机器的引导卷建议半自动，下面读写就行了，点击好，把它加到正常机器来。最后掉链子了，看这期视频的目的就是吸取经验好，这样的附加好以后呢，我们在 Land 博客里头去搜旧专，这块是步骤我们前头几步已经做过了。我们双击查看一下附加卷的情况，一个是本机卷，一个是附加卷，后台工具，这样的以防我们在前台操作的时候中断了 SSH， 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，让它后台长期运作，这个是比较保险。好，装好以后呢，我们进入到这个后台空间，我们找包这块有个Debian10，这个是用户名，这个是密码，先下载下来。我们这个救援包，这个是大神提供的，非常好用，我们一直都在用这块是进度，看到了吗？这样去玩。好了，下载好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输入到我们刚才挂载的那个引导卷里，这个要等10分钟。
好，现在这个样子呢，就已经搞定了，3个G 的东西已经传进引导卷了。我们把这个引导卷卸了，在这边把它直接分离，确定分离以后它就消失了。我们再回到这台 ARM， 我们再用引导卷，我们选择附加引导卷，加好以后呢就能连上。我们向上把这个启动一下。看这块正在运行，就表明已经启动好了。连上以后呢，我们再运行 Lion 的脚本。刚旧专回来的，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乌班图的 20.04 啊，这个版本是能回归的。其他系统可能会有些问题，这个大概需要个10分钟左右。当然你不放心的话，同样也可以到后台来看。就反正我们现在的 ARM 死不了，我录这期节目是一点不慌的。这个蒙咖大神的脚本一般都是这种可视化进度条会居多一点，那我们就稍等片刻吧。然后这块呢，我们乌班图就装好了 20.04， 随后呢，在 20.04 的这个基础上，我再去安装搭变12。那这里就是搭变12的安装过程，甲骨文云后台来监控，看到吗 ？Load in 安装好搭变12了啊，我们可以登录你的 VPS SSH。那最后的一个系统跳转就是31啊，我们最终想要的 Alpine 3.19 这个版本，最新版的 Alpine， 轻量、效率、安全，非常优秀的一个现代化系统。同样这边跳出来可以去登录你的 Alpine 系统了啊，它非常省资源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硬盘只占了200多兆，我们其实是有100G 的硬盘，这样呢给我们又能存很多小视频之类的。看内存呢，它才占了我们的70个内存啊，我们是12G 的内存。节目的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，今天的成果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是原厂的乌班图系统，先滴滴一个搭变12，然后在搭变12这个状态下，你这4个系统你都可以随便去滴滴，都用 Lion 的那个脚本滴滴过去。如果你想滴滴其他系统，建议你回到搭变之前呢，我们就在这个 CentOS 这个地方来啊，然后去滴滴 Alpine 就失联了，草率了啊，所以才有了旧专的这个过程，才有了精彩的这后半段。一定是拿搭变12来做跳板。未来的话，如果有搭变13、搭变14的话，那大家同理都用最新的搭变来做跳板啊，跳到其他系统，这样呢，对于甲骨文云来讲比较稳妥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，还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区评论啊！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点赞、关注、加转发、加收藏啊，你们一键3连最好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